我误把太子当成清风楼小官，出价1万两买下他，将他养在一间庭院，隔三差五去看他，他却不识好歹，整日板着那张脸，活像谁欠了他100两银子似的。我不满意，总骂他白眼狼。直到我娘带我去宴会上挑选夫婿，他从一辆豪华马车上缓缓走下来，众人纷纷下跪，大喊参见太子殿下。我惊愕得动弹不得，他却弯腰贴近我耳边，低声说了句：宋梦，你可真是好样的，敢红杏出墙。怎么，有姑还不够？我带着喜悦去了清风楼，美其名曰找我哥，一个五官精致、皮肤白皙的俊美男人给我开门。男人似乎刚刚洗完澡，头发还在滴水，水珠顺着他那俊美的脸庞缓缓流下，心咚咚咚，血气上涌冲红了我的脸颊，是心动的感觉。男人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没干过什么活的，看起来一副文弱贵公子样。转念一想，这里可是清风楼，这模样，这姿态，能是干什么的？小姐喜悦扯了扯我的袖子，示意我离开。我伸手打断她的手，找谁？男人声音清脆，身体修长，站在门口很有压迫感，长得高果然不一样，就是有气势。我找我哥宋琛。男人闻言，眼神变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的眼神变化，看来没找错，应该就是这儿了。02，我直接钻了过去。男人蹙眉，伸手阻拦，他不在这儿。你来错地方了。我看着里面一片混乱，满地都是摔烂的碎瓷器，想到我哥说的，他说青楼的人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女，实在无能为力，养不起，才会被卖进青楼。被卖进去的人都要经过很多培训才能接待客人，要是他们不好好接待客人，老鸨会打到他们愿意接客。如果碰到有特殊癖好的客人，他们也只能忍受，不能反抗。要是反抗伤到贵人，那他们的命也就没了。想到这儿，我看他的眼神顿时充满了同情。他拧眉，不知道眼前的女人在想什么。你找错地方了，赶紧离开。我本来是来找我哥的，但现在我找你。小姐，你说的什么话？喜悦焦急开口。我看着他白皙俊美的脸，修长的身子，喉咙有些痒，咽了咽口水道：我说你想不想离开这？要是想的话，我可以买下你。话说出口，我立马有些后悔了，这要是被爹娘知道了，非得打死我不可。男人听着这话，眼里闪过兴味。哦，我可值钱了，你确定自己买得起？这是在质疑我？开玩笑，我祖父可是京城第一皇商，区区一小官，我怎么可能买不起？03，一时冲动，我花了1万两买了一小官，心在滴血，心碎不超过2秒，喜悦就哭丧着脸道：小姐，你买下它，现在可怎么办啊？要是老爷夫人知道，非得打死我们不可。说着，眼神凶恶地看着那小白脸，那凶狠的模样，仿佛下一刻就要抱起刮花他的脸。色令智昏，真是色令智昏。我看着他那张脸，也是欲哭无泪。要不然你自己随便去哪。我心虚道，第一次干这种事，我也有些慌，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让他自己想去哪去哪了。他轻笑了一下，然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感觉他这样俯视着我，让我很不舒服，一点也没有当主子的威严。我轻咳了一下，小声道：我爹娘要是知道我从清风楼花1万两买下一个小官，还带回家，非把我打死不可。所以你自己想干嘛干嘛去，我也不要你报答什么的，就当我好心。说完，我意识过来，我买下他，把他从水火里救出来，我那么卑微干嘛？他应该要感激我才对，要不然靠他自己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折磨才能凑够赎身的钱呢。我这出手还不求回报，多好的人啊！这么想着，我高傲地抬起下巴，结果下一秒，一只修长白皙的手捏住了我的下巴，逼迫我看着他。他目光冰冰冷冷的，可能是听到我要抛弃他，生气了。我怕他掐死我，想要掰开他的手，结果喜悦先一步上前，喜悦双手扒着他的手，企图把他的手从我的下巴处移开，一边掰一边叫嚣着：你干什么？小姐好心救你于水火，你就这么对小姐的？你要是敢伤害小姐，老爷不会放过你的。你知道我们老爷是谁吗？我们老爷可是……他目光一转，冰冷的视线让喜悦手一松，到嘴边的话瞬间憋回去了。他捏的虽然不痛，但是有些不舒服。我双手攀扯着想要移开他的手，手一碰，传来触电一般的感觉，传遍手心。难道这就是话本里写的电流，爱情的感觉？我心潮澎湃。下一秒，他冰冷声音传来：知道清风楼里的人之前都是什么人吗？
知道他们被赎身后出来被抛弃会做出什么事吗？就随便乱救人。我点点头，知道啊，他们大多都是3年前洪灾后出来的难民，现在灾难结束了，日子变好了，他们赎身出来也可以找份别的工作干啊，只要勤奋一些，完全可以过得很好，总比在清风楼待着好吧。他被气笑了，松开我的下巴，我还有点意犹未尽。他的手摸着好嫩，好舒服，触感温热，手指还很纤细。我估摸着自己大概是个色女，平日里身边除了哥哥爹爹都没有什么美男，每天只能馋画本里面的美男，所以才没发现。现在咋一看到这么俊的，可不就顶不住吗？他推开我的手，以后不要乱救人，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救世主，你都不了解人的品性怎么样就乱救。要是我是个坏人，听到你现在要抛弃我，我现在就杀了你和你的丫鬟，抢了你的银钱跑路。谁能知道，神色还是一如之前的冰冷，嘴上的话却不是。听了他的话，我这才意识到危险，嘴上却还倔强地说，那你这么说，就说明你不是这样的人啊，说明我没救错吗？而且你就知道我没带暗卫吗？周围一片沉默，他手里拿着一封不知道从哪出来的信，慢条斯理地看了起来，看完还不忘在旁边的烛光处烧掉。一瞬间，我有些头皮发麻，感觉他好像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刚想求饶，说自己好歹花了那么多钱赎他，结果他来了句个行吧，就这样没了。04，我们一前一后出了清风楼，他一路向西，我一路向东，没走2步我就后悔了，花了那么多银两买的帅哥就这么飞了，到嘴的鸭子就这么没了，越想越后悔，真是人财两空。也不知是什么作祟，我鬼使神差的转身叫住了他，喂，我可以养你，你要不要和我走？男人脚步顿住了，我3步并作2走过去，再一次开口道，我养你，你要不要和我走？他定定地看着我，没有开口。我懂，男人嘛，都有自尊的，被女人养这样的事，多没面子啊。他不好意思回答也正常，我懂，我都懂。于是我开口道，我有一间铺子，离我家很近，我娘把它给我了，你以后可以在那里住，没有人会知道。你这是想养碍事？我心想，这不明摆着吗？不过看他的样子，自尊心还挺重的，估计不能接受自己就是个外室。这怎么能说外室呢？你未婚我也未嫁的，而且我又没打算做什么，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我买下来的，长得帅那么点的仆人，供我欣赏用的。这么说应该也没错吧？心虚不过3秒，我忍不住想扇自己一巴掌。我是他主子，我心虚个什么劲？他每天可以在别院里面好吃好喝，花我的钱，不用干活，我这么卑微干甚？这么想着，我简直忍不住为自己的机智点赞。结果他瞥了我一眼，冷冷吐出3个字，顾影舟啊，你叫顾影舟啊？我叫宋梦，是宋家的大小姐，你可以叫我小姐。05，靠着我的厚脸皮，他被我成功拐到了别院。顾影舟是个很要自尊的人，虽然我买下了他，但他比我看起来更像主子，走路都是他在前我在后，简直是倒反天罡。别院离宋府很近，就1条街的距离。为了不被爹娘发现，我私藏男人，我把别院的小厮们全部都安排去了别的地方，整个别院只有他一个人，怕他一个人住的寂寞，我隔3差5就往别院跑，担心饿死他。我问他，你1个月要花多少？他端了杯茶，轻抿了一口，说，你看着给。我咬着手指算，五官都纠结地皱起来了。50两，行吗？他放下茶杯，冷冷地审视着我，1个月50两，你打发叫花子呢？我小脸一皱，我是你主子，你怎么说话的呢？我自己1个月才100两银子，都给他一半了，他还嫌弃，脸皮怎么那么厚呢？你不想想，要不是我，他指不定还在清风楼干打啥事呢。我硬气道，就这么多，再要多也没了。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只把我看得头皮发麻。每个月再加10两，不能再多了，不然我就不养你了，你自己在外面流浪去吧。零花钱直接从1个月100两变成40两，我的漂亮衣服都要买不起了，只能回家撒娇骗骗我哥钱用了。哭，大哭。早知道养男人那么费钱就不养了，感觉只看不吃，不划算。这么想着，我大着胆子伸手摸了他放在桌子上的手，主要是他的手太吸引我了，骨节分明的，简直让我欲罢不能。他一动不动，看着我猥琐的动作，大概是刚收了我钱，也没反抗，就这么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耍流氓。见他没反应，我高兴了，觉得这钱花的还挺值，
他在清风楼学了那么多东西，以后要是想听曲啥的，也随时都可以了。摸了几下，过瘾，我就收了回去。06，怕他一个人在别院待着无聊，我隔三差五的就会过去看看他，又怕被爹娘发现，每次待不了多久就走。从家里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我要回去了。看着他的脸，我有点不舍得。我对他说：“你好好在这儿待着，不要乱跑。你长得这么俊，万一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看上，我可救不了你。”他就那么看着我，也不说话。我掐了一下他的脸：“我和你说话呢。”知道了。他浑身懒洋洋的。那我回去了。他随意的扬了扬手：“走吧。”我不爽了。我是他主子哎，谁家仆人是这么对主子的？我花钱了的，你应该哄我。哪家是你这样的？你要不是遇到我这样心善的主子，早晚喝西北风去。你现在这样恃宠而骄是不对的，懂不懂？他瞥了一眼旁边茶壶，再给我100两，买个茶壶。那个不小心磕坏了一个角，我想抽他，感情我就是你的钱袋子是吧？没钱，有也不给你。白眼狼，要不是他比我高大，我都想揪住他耳朵，狠狠教训他一顿了。行，我送你回家，只要你敢让我送。他一说，我想到爹娘，万一不小心被他们撞见，我这有口难言啊！滚滚滚！07，我的男宠对我很冷淡，我要怎么做？我看了很多话本子，最后选了个看起来最靠谱的法子，那就是欲擒故纵。话本上说，男人往往得不到才觉得是最好的，适当的欲擒故纵可以让他更听话。养了顾影舟7周了，他对我还是不冷不热的，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对我还那么冷淡。每次我回家都不知道送我一下，我感觉我被诈骗了，花了那么多钱，没得到一点好，还不能告诉爹娘，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吞，简直是人财两空。我心中那叫一个悲凉。为此，我打算实施化本子上的方案，冷他半个月，忍住半个月没有再去看过他，我整个人干啥都没劲，无精打采的。喜悦作为唯一的知情人看不下去了：“小姐，自从你买了那家伙之后，整个人就不对劲了，就连最心爱的话本现在都看不进去了，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我看您还是别管那家伙了吧，就让他自生自灭得了。您给了他那么多钱，他也不知道报恩，活脱脱就是一个白眼狼。”我哭丧着脸表示他不懂，我花了那么多钱买的男宠，他还不听话，我不驯服他，钱不是白花了，怎么着也要让他听点话，好歹可以乖乖给我弹弹古筝，吹吹箫啥的吧。这么想着，我滴溜着眼睛看着喜悦道：“喜悦呀，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听话？”喜悦表示胖揍他一顿，不听话就打到他听话为止。我若有所思，这方法好像也不错，要是欲擒故纵没用，要不就试试付费点08。冷了他半个多月，我迫不及待去验收实验成果。我打扮的花枝招展，跑去了别院，开门，里面积了一层灰，看起来有一阵子没住人了。他不会跑了吧？心头这一念头刚闪过，就听见外面传来的动静。抬眼望去，他一身锦绣华服，身子挺拔地站在那儿。我一时看呆了，半晌反应过来：“呵斥，你跑哪去了？不是说了不要乱跑，老老实实待在屋子里面吗？你长成这样，万一被那些达官显贵看上了，我可救不了你。”他一下把我抵在墙边，关心我，强大的气息侵袭着我，让我不适的想要推开他，但又不想让他看扁，于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瞪他，然后他凑近我的脸颊，与我鼻尖相碰。我闻着他身上传来淡淡的青竹香，脸一下子变得通红，手忙脚乱地将他推开。他轻笑：“怎么，之前嫌我对你冷淡，现在对你热情，害怕了？”我瞬间觉得自己被他看扁了，反手把他往墙边一推，手撑着墙，对着他的俊脸狠狠亲了一口。顾影舟没想到他会亲他一口，一下子愣住了。我冲动之下亲了人，这下反应过来，看他愣住，故意调笑道：“不是说我害怕了吗？现在看到底是害怕了。”他好像气笑了。我摸了摸鼻子，想跑路，他一把拉住我的手：“怎么，调戏完我就想跑？09，我被他拉着一阵顺毛，坐在他腿上，开始和他规划未来。我说：“你以后就别乱出去了，就乖乖待在这里，等我过来看你。我给你找个老实点的小厮过来照顾你，再给你5000两银子，你要买什么就让小厮给你买。你要是憋得慌，实在想出门，就戴面罩出去。”我终于感受到了他们那些达官显贵包养外室，给外室钱买金银首饰的感觉。他姿态慵懒地靠在床榻边，问道：“那你呢？我有时间就过来看你呀。”
不过我爹娘管得比较严，我要应付他们，所以不能经常过来。虽然我挺喜欢他，也想时时刻刻黏着他，但是我肯定要嫁人的，嫁了人之后肯定不能经常过来啊，这要是被发现不是完蛋了。不过我还是能偶尔过来看看，至于他的生活费，少不了他的。这么想，我可真是个大好人。我转头看着他的脸，英俊的面孔，轮廓分明的五官，高耸的鼻梁，唇红齿白，突然觉得我被他的脸迷住一点也不奇怪，他就是个男妖精。自从欲擒故纵后，顾影洲对我的态度好了不少，我感觉生活简直不要太美好。虽然顾影洲这家伙还是不太听话，有时候还会指挥我做事，不是个合格的男宠，让他弹个琴还要撒半天娇，有造反的趋势，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我每天都如沐春风，想黏着他，直到7月份，长公主盛宴的到来，我娘说了，这其实是场相亲宴，要带我去好好挑选夫婿，就是找个家世相当、合眼缘的男的，订婚嫁了，我没什么意见，毕竟世家子女皆是如此。我娘还能让我去挑一挑，已经很不错了。我现在已经17岁了，也该成亲了，好多我这个年龄的都已经当娘了。至于顾影洲，不过是我养的一个观赏玩意儿，不过这些肯定是不能告诉他的。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你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我骤然回神，看着顾影洲如道，没什么，就是想下午吃什么东西。他审视地盯了我一会，我刚想让他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喜悦就一脸的匆忙跑了进来，整个人着急忙慌的。怎么了？小姐喜悦看了一眼顾影洲，凑到我耳边道，长公主宴会提前了，夫人在找您。我不敢耽误，赶紧起身离开，走之前还不忘嘱咐他，我娘现在找我，我赶着回去，没时间陪你。你要是实在无聊，可以戴着面罩出去走走。说完，慌慌忙忙地走了。回到家，我娘连忙拽着我去房间梳妆，边走还边问，你这丫头死哪里去了？不知道今天长公主宴会吗？还到处跑，还不赶紧换衣服。宫里已经传出消息说，大多数人都已经到了，所以宴会提前了。说完，看了一眼我的头发，还好头发没弄乱，好在时间很紧，我娘也没时间追究我去哪儿了。换完衣服，我们就坐上了入宫的马车。一路上，我娘都在和我说，哪几家公子和我们门当户对，是单身，有结亲的意向，让我多看看。我娘嘱咐完也到了，进门，我感觉自己有些眼花缭乱的。世家公子哥们全部云集在这儿了。闺中密友安聂远远看到我过来，连忙过来扯着我去到另一边。过来这边，赵世子、李公子、王公子还有我哥，他们都在这边。毕竟是闺中密友，了解我家世，说的几个公子全是我娘和我提过的。姐妹隔了一段时间没见，甚是想念，一下子就交谈起来。说着说着，她看了一眼周围，悄悄在我耳边道，听说今年那位也会过来。我一懵，她无奈扶额，你真是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婚姻大事啊。据消息传，太子可能会来，在场的大小姐里面，就你和李希瑞那个家伙的家世最有可能当选。太子啥的，我没想过，虽然太子很尊贵，但宫中规矩那么严，这要是嫁过去了，咦，我打了个寒战。随后安念带着我去和他哥认识一下，刚介绍完他哥，下一秒只听一声尖利的太子殿下道。我看过去，只见众星捧月间，那个本该在家等我回去的人，此时正朝这边走了过来。我感觉全身血液都凝固住了，身体僵硬的厉害，所有人都跪了下去，只有我站在其中，显得鹤立鸡群。顾影洲一眼就看到了我，喜悦连忙扯了扯我的衣袖，我回神，连忙跟着周围人一起跪下去。大家都免礼吧。他说这话时，眼神看着我，还扫视了一眼站在我旁边的安家公子安慎，眼神冰冷。他径直走了过来，我浑身发抖，内心只有2个字：完了。他弯腰贴近我耳边，低声说了句：宋梦，你可真是好样的，敢红杏出墙。怎么，有姑还不够？我腿软了，一直打颤，扑腾一下就跪了下去。太子殿下饶命，臣女不是故意。他一把将我拽了起来，打断了我。无碍，不过是行礼晚了一步，姑还不至于为这事罚你。周围人露出了然的目光，我反应过来，在场这么多人呢，要是被他们知道了我干的事，就不仅是我完了，宋家也会被我牵连。我怎么样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宋家，要是因为我干的蠢事导致宋家被牵连，那我真的被打死都不为过。想到这里，我脸都白了。他蹙眉，
怕成这样，还干这种事。12从宫中回去，我就心不在焉的。我娘走过来，见我小脸白的那样，抚了抚我额头，一脸疑惑，也没发热啊，小脸怎得白成这样？我羞愧的不敢说话，低着头站在那，感觉自己就是怂包，又怂又会惹事。但是想到刚才，感觉顾影舟可能也没那么生气，一切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毕竟他在那么多人面前阻止我把事情说出来，后面也没再追究，但也说不准，有可能他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他被包养了，丢他的脸。我心焦躁不安。一旁喜悦身为除了当事人以外唯一知道实情的人，现在也是吓破了胆。毕竟之前他因为太子老是引诱主子出门，一直看太子不顺眼，每次对太子都是横眉冷眼的。回了家，我娘问我，那几家你看中了哪家公子，说说吧。碰到那样的事，我还哪有心情看那些人啊，脑子都乱如麻了。我赶紧摇头，没有，娘，这事儿先缓缓，娘你先别乱来，太子这事儿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这要是给我定亲，惹怒了太子，那就完了。我还是去找太子说说，不管怎样，一定不能牵连到家里。我娘看我有自己的成见，也就不再问了。那你好好休息，这小脸白的不像样，别是生病了。我点头，连忙将我娘送了出去。13次日一早，我来到别院，毫无意外，她正坐在那等着我。这一刻，看着她端正坐于上座，我想死的心都有了。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她身上的高高在上的气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呢？我颤颤巍巍地跪下，太子殿下，臣女知错，臣女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妄图包养您，一切都是臣女的错，与宋家无关。你要杀要剐，都冲着臣女来吧。他伸手指了指旁边的座位，坐。我战战兢兢地坐下，说说吧。他侧靠在椅背上，姿态懒散，但是又隐隐透着强势感。我抬头对上他那双寒潭似的眼睛，吓得立马垂头道歉，对不起，真不知道自己之前哪来的那么大胆子。之前他用这种看死人一样的眼神看我，我都不带怕的，还敢瞪他，捏他的脸，问他是不是想造反。现在他就是坐在那儿不动，我都打颤。以前还天天爬他头上，作威作福，扯着他头发威胁他给我弹琴。现在果然权势是个好东西。他使了个眼色示意我继续说。我咽了一下不存在的口水，对不起，殿下，我不该妄图独占你，还不知好歹。有了您还不够，背着您去相亲。他像是有了兴趣，身体前倾，左手托着下巴，右手食指在一敲一敲的。继续，我不该学着男子在外面养人。他走了下来，捏住我下巴，迫使我的眼睛看着他。你还养了别的狗男人？没有。我看着他的眼睛一片冰冷，快吓死了，连忙摇头。我知，包养了您一个人，就这一个，还特么遇到了硬茬。想着，我没忍住，眼泪啪嗒啪嗒的掉下来，真没出息。怎么，你包养我，还背着我去找别的男的，妄图给我戴绿帽，现在你还委屈了。他走到桌子边，倒了杯茶，我哭得更大声了。行了，他一声厉喝，别哭了。我抽抽噎噎，擦着眼泪道，殿下，这些都是我的错，你要怎么责罚都行，只要别牵连宋家。他看了我半天，没有说话，良久才开口，嫁给姑，做姑的太子妃。我呆愣住了，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怎么不愿意？他的语气中满是寒意。我吓得身子一颤，连连点头，愿意，臣女愿意。我哪敢不愿意呀？这容得我不愿意吗？说到底都是自己惹的祸，跪着也要收拾干净。14很快，宫里下来封太子妃的圣旨，一家人跪着接下旨意。我娘这才意识到上次我那话的意思，过来问我怎么认识的太子。我当然不敢说了。我娘见我不说，又将目光投向喜悦。喜悦胆子小，被母亲一下，什么都不住，啥都给说了出去。最后我被打了，鸡毛掸子抽了手心，超级痛。我娘说我自己惹的祸，自己承担。番外顾影舟。15身为太子，所有人都对我恭恭敬敬的。那天接到案件，前去清风楼办案，案子办完，身上全都脏了，就在那里洗了澡。没想到洗澡出来，就看到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过来找宋琛。她说她是宋琛的妹妹。我有一刻的惊奇，没想到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宋琛，她妹妹这么可爱。她看起来很活泼，眼神很清澈，和宫中的女人不一样。我以为她和其他大家闺秀一样，
没想到他大言不惭开口要花钱赎我，我又好气又好笑。我看起来像是那样的人吗？鬼使神差的，我竟然答应了下来。老鸨是我的人，他花了1万两将我买了下来。看着他肉疼的小模样，我有些好笑，心中好奇他要是知道我的身份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没想到他买下我后竟然说要放了我，我心里头不知为何有点不得劲。结果没走2步他就后悔了，果然我这么帅，没有哪个姑娘可以轻易放手。他说他要把我养在别院里。我一听觉得这操作有点熟，这不是那些达官显富包养外室干的吗？我觉得他肯定是跟着他哥学坏了，心想一定要好好教育一下他哥。最后我还是跟他走了，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别院，那个别院很大，但是就只有我一个人。原来是他怕被爹娘发现，把里面的人全都安排到了别处，还不让我出去。美其名曰长得太俊，被别人看上，他护不住我，而他自己隔那么1-2天才能来看我一次，这和那些人养外室有什么区别？对此我很生气，所以每次对他都很冷淡。哦对，他每个月还给我钱，我怕他还有钱包养别人，所以故意说不够，他果然给加了。但是好日子不长，他突然就不来了。我在别院等了好久，他都不来了。我想他可能是受不了我的冷淡，不要我了，很难过，心里很不是滋味。还好后来他又来了，我不再像之前那样故意冷待他，每次都会给他一点甜头。但是他属于那种给点颜色就开染房的人，给他点甜头，他就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指挥着我给他弹琴吹箫泡茶。我也不惯着他，他见我不听话就会使劲撒娇，我抵不住他撒娇。他撒娇的时候可可爱爱的，跟个小猫似的，我很受用。就这样我们腻腻歪歪过了一段时间。那天他来找我，头发灌得很漂亮，和以往不一样，是很复杂的发型。喜悦突然冲进来说了什么，他就急急忙忙走了。看着他反常的举动，联想到他今天不一样的发饰，我反应过来今天长公主举办宴会，我知道这其实是场相亲宴，本来我没想参加的，但是他去了，我其实挺生气的，他都有姑了，居然还想着嫁给别人，所以我出席了。他见到我脸色都变了，明明之前很期待看到他知道我身份后的反应，但是看到他发现我身份后被吓得脸都白了，我心中一点都不高兴。宴会结束，我回到他给我准备的别院，我知道他会来找我的，等了好久，一直到次日他才来。他很害怕，看到我腿都是抖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向我道歉，说了很多话，但那些我都不想听。后来他说要怎么样才能原谅他，我卑劣的心思在这一刻抵挡不住地喷涌而出。我让他做我的太子妃，他没有拒绝，我知道他是顾虑他的家族，可原谅我的自私，高处不胜寒，身处那么高的位置，所有人对我都是尊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女孩，我想拥有她，我想未来我们能够一起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着属于我们的江山。16番外宋梦篇。我有一个行事出格的哥哥，他总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还总是给我灌输一些很大胆的思想。受他的影响，我不像其他闺阁中的女子，我总是想着出去瞧一瞧，想要看看广袤天地。爹娘还算开明，不怎么约束我，所以我的生活算是很舒心的，不像是其他女子被关在小庭院中。去清风楼还带回来一个男人，是我平生做的最出格的事情。以前都有侍卫跟着我，那天好不容易甩了侍卫，我哄着喜悦一起去了清风楼，美其名曰找我哥，没想到我哥没找到，反倒发现一个超级俊的家伙。我没忍住，色胆包天，居然花1万两将他买了下来，买了又不敢带回家，于是我让他自己离开，但是没走2步又后悔了，1万两又不是小数目。然后一时糊涂，我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那就是将他养在别院，不仅花了我更多的钱，还老是不听话，最后更是把我自己给赔了进去。第2篇，我和姐姐从小争斗，姐姐救我一次，我也要帮她一回。姐姐征战沙场，我就要治国安邦；姐姐富甲天下，我就要权势滔天。想赢我，来啊，一起卷啊！我和姐姐是双生至亲，从小就争得厉害，明明一起降生，她却比我足足重了2斤，所以我体弱些。幸好我聪明，比她先会说话。娘亲说那是姐姐气得咿呀咿呀，只救我头发。姐姐也不甘示弱，比我先学会了走路。那天我的哭声传遍了全府，因为身体不好。5岁那年我开始频繁生病，病得最严重的时候，
宫里的太医都来了好几轮，均是无计可施。最后把我从鬼门关拖回来的是姐姐，她也没做什么，只是每天在我耳边不停念叨：你又躺了9日，先生教的书我都学一半了，你也就学问做得比我强，再睡下去就真比不过我了。我临摹的字帖已经比你多27页了，你得熬多少个夜才能追上我呀？娘亲裁了你最喜欢的料子给我们做衣裳，你再不醒过来，2件就都是我的了。后来我听见姐姐哭了，她拉着我，手掌很暖和。如画，醒醒吧，你的衣服太小了，我穿不上。或许是姐姐的手太温暖，我的手也逐渐回温，甚至得了力气替她擦泪。别哭了，你把自己哭干也穿不上。病后我虽然痊愈，身体却越来越弱。伺候我的李嬷嬷有一次无意提到，都是大小姐在娘胎里太厉害，抢了我们小小姐的精气神，2个人是姐妹哦，差那么多。所以我发月钱的时候扣了李嬷嬷3吊钱贴给宋嬷嬷，然后轻咳2声，都是宋嬷嬷这个月太勤快，抢了我们李嬷嬷的功劳，2个都是钱袋哦，差那么多。今日的课程是我领先，因为姐姐打了曲江侯的毒子，被罚跪祠堂，没能来上课。我趁夜色提着食盒去探她，借着烛火，果然见她肿了半张脸。那小侯也比姐姐大4岁，姐姐打了他，自己也没讨到好。姐姐吃着我送的饭，不知是肿的还是噎的，总之口齿不清。你别掉眼泪给我看哦，他伤的比我还惨呢。这种人长了张猪嘴，就该被打成猪头。姐姐跟爹说，是因为他看小侯爷不顺眼，所以才出手伤人的。我却知道，是因为小侯爷口出狂言，说以后要娶我回家，让我天天给他洗脚。爹爹看得明白，说我们2个这叫周而不比。姐姐一知半解，只盯着一个比字，反驳道：怎么不比？当然要比，不比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俩比着翻一点，看谁先摸得滚瓜烂熟。后来我才知道，他看的全都是治疗先天不足的脉案，我也没告诉他，我研究了好多治跌打损伤的药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姐姐所争的就不止这些小事了。我们都深知在一个领域只能有一个最强的人，所以刻意避开彼此的锋芒。姐姐文章写不过我，便开始钻研兵书，我武功敌不过姐姐，便学着算计人心。人人都知相府2姐妹柳如诗、柳如画是京城里最耀眼的双姝，也是凡事都要争个高低的冤家对头。对于我们这点小官司，爹娘从不加以管束，有时还暗自添一把火。我爹，如诗啊，你看，如画又给我做了一副鞋袜，真是好巧的手呀，你能被他比下去？姐姐故作不耐，他就只给你做了鞋袜。妹妹那副9折屏风绣的真是精巧，她怎么就摆到我房里来了呢？烦恼，真是烦恼。我娘，如画呀，你瞧，这些钱都是你姐姐赚的。娘的私房库又壮大了，你就看她那么嚣张。我秀眉微蹙，是啊，钱财太多，我库房里都堆不下了，姐姐只好放到娘亲这里。嚣张，真是嚣张。我和姐姐模样有8分相像，因着剩下的那2分，京城里为我和姐姐谁担起第一美人的称号争论不休。有人喜欢姐姐明艳动人的风姿，也有人偏爱我弱柳扶风的秀丽。我和姐姐也因为这个问题讨论过，结果答案出奇的一致。这些人都挺无聊的，竟然为这么没有意义的事浪费时间。我和姐姐及笄那天，宫里头来了赏赐，一只是皇后娘娘的双头凤钗，一只是贵妃娘娘的金丝蝶5簪。2位娘娘并未指明说赐给谁，宫里来的内侍也只是说叫我们挑选。我和姐姐对视一眼，心下了然。皇后娘娘膝下有3皇子，是嫡；贵妃娘娘生养了大皇子，是长；钗是定情物，簪是迎妻礼。不过既然是挑着吉忌日送来的，那就还有缓和的余地。今天不过是上位者给我们的预示罢了。爹爹在朝中根基深厚，权柄过剩，家里必定有一个女儿要入宫。看样子现在皇家是2个都想要。我看着案盘上的2只珠宝，悄悄拧着帕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呢？选了等于默认归宿，拒收又是大不敬。我们2个并着肩，姐姐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我立刻就懂了。我比姐姐先上前一步，摸摸这个又瞧瞧那个，像极了没见过世面。2个都喜欢难以取舍的模样，我把他们俩一左一右戴好，俏生生地问姐姐：姐姐，小花戴着好看吗？姐姐把它们全都扯下来，怒不可遏。柳如画，东西是送给整个相府的，你妆奁里珠宝首饰够多了，就非要与我抢这2只吗？我瞬间柔弱委屈起来。姐姐平日里舞刀弄枪，妹妹还以为姐姐当时不爱装扮的，都是难得的宝物，给了姐姐也是可惜。妹妹就想着，
你想的就是太多，就你那身子，也不怕压了抬不起头来，穿金戴银也要有那个福气才行。别刚走个2步就累昏了。我爹这个人精适时出现，把一个偏心的老父亲刻画的淋漓尽致，够了。知道你妹妹身子不好，你还与她说这种重话，你这个姐姐是怎么当的？接着我爹把东西从姐姐手里抢过来塞给我，然后疾言厉色地对姐姐呵斥：你有一句话说得对，赏赐是给相府的，本相才是相府的主人。大好的日子，不许再欺负你妹妹。我面上委屈可怜，心里乐开了花。来啊来啊，都是我的，有本事就把2个皇子一起嫁给我，我不嫌多啊。这件事情传到宫里，听说皇后娘娘气得摔了一整套茶具，贵妃娘娘破口大骂，说我们2个都是贪心不足的蠢货。我喝着姐姐炖的补汤，艳足的眯起眼睛，蠢货，哎呀，多么可爱的称谓。然而即使气成这样，2位娘娘也没有放弃儿子的终身大事。3月3女儿节，我和姐姐应召进宫赏桃花，说得好听，只怕我们才是那枝头上带赏的桃花呢。不过没关系，他们出什么招我并不在意，因为本来抢金簪这一出也不是闹给他们看的，只是意在向皇上表明，我们柳家绝对没有参与争储的心思。2位娘娘争斗多年，都恨不得先下手为强，可礼物居然由同一个人同时送到相府，来的又偏偏是陛下身边的内侍，圣上这是摆明了要坐山观虎斗，更是想看我们柳府的态度。柳家女注定是要归属皇家没错，所以皇后和贵妃才都希望是自己这方得到柳家支持。但是站在皇上的角度来看，他老人家却未必愿意2个儿子以姻亲和当朝权臣相佐，不然陛下一纸婚书早就赐下来了，哪里还用得着2位娘娘又是急急赐礼又是佳节赏花，这般费心试探。果然入宫那日，领路的宫女只把我们带到一方小亭子近旁便退下了。毫不意外，亭子里正是大殿下和3殿下，看来是都不肯给对方独处的机会，以致狭路相逢。他们拿着一幅题画诗的卷轴在讨论些什么，发现我们走近，声音陡然增大，每句话都意有所指。皇兄，传闻这卷轴价值千金，你说是这上头的诗更好，还是这话更妙呢？大皇子重重叹气，这诗虽好，但意境太刚强了些，实在叫人喜欢不起来，还是这话更美。他还敢嫌弃我姐姐，把握不住就承认自己没能耐，他的喜欢值几个钱，故作高深的以物喻人，觉得自己很幽默嘛。写文章时不见他有如此巧思，3皇子也上赶着讨嫌，此言差矣。这话虽美，到底单薄了些，我无福消受，还是这诗更有韵味。姐姐声音虽小，却一字不落传进我的耳朵，不过赏她口饭吃，还真点上菜了，也不怕撑死。我听见姐姐握拳的指节咯咯作响，如果不是顾及身份，今天这2个兄弟没一个能站着的。我按住姐姐的手，示意她少安勿躁，反正不会有结果的事，何必浪费那么多心力，赶快脱身就是了，玩暗语多没意思。我非帮你们挑明了说，毕竟我是多么天真无邪不做作，从来不会遮遮掩掩。我及时出声，直勾勾盯着3皇子，眼泪一颗颗落下来。幼时与殿下相交，如画感念至今，原来不过一厢情愿罢了。如画纵然福薄，何至于被殿下厌恶至此？其实我们也只在7岁时见过一面。3皇子万万想不到我竟然对他一往情深，他对我们姐妹俩未必有男女之情，只是要挑一个有分量的妻子，两相权衡。他选了姐姐，刚过了抢金簪的事，所有人都觉得我和姐姐不睦，他刚才踩我的面子，也不过是想讨姐姐欢心，可他现在一定悔不当初，认为如果他不多此一举，原本是可以通过我跟刘府建立联系的。如画妹妹，我绝没有轻侮之意，如画并非恬不知耻，既然被殿下不喜，还有何颜面留在这里？语毕，我拉着姐姐掩面而去，出宫门进了马车里。姐姐替我仔细擦着脸上的泪痕，你也是，何必为了这种人做戏哭闹？我就着茶顺下完药，反问道，有效又快，何乐而不为呢？再留下去听他们胡扯，你就忍不住要打人了。莫非姐姐是嫌我这做派给你丢人了？姐姐微嗔，瞪我一眼，上兵伐谋，只要能达到目的，示弱不过是手段而已，有什么丢人的？我是怕你哭坏了心肺，我又不是今天才病的，要死早死了，这辈子要比命长是比不过你，别瞎操心了，该仔细想想婚事。姐姐瞧着我，不由叹气，是啊，现在圣上还愿意给爹爹3分薄面，
等着一纸婚书下来，可就由不得我们选了，总归脱离不了皇家，还要消弭圣上的猜忌。虽然陛下皇子众多，可是又能怎么选呢？3回家后，我便称病卧床不起，叫荣春放出消息，说我因被三殿下出言侮辱，伤心郁结，以致病发，简直危在旦夕。陛下斥他轻浮不端，罚俸3月。皇后娘娘也为此斥责三殿下，当然不是因为我一个臣女受辱，而是怨他白白错失大好良机。我靠在贵妃榻上晒太阳，看着姐姐在庭院中挥舞双刀，心里这点气总算顺下去。如果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位皇子和我八字相合，能令我转危为安，那么就算再不般配，陛下也会赐婚的吧。刀刃挥舞的风声霎时停住。什么叫不般配？你想选谁？11皇子段无奇。只听双刀落地，姐姐一个箭步冲上来，你没睡醒吧？段无奇他才9岁，我没理会他的大惊小怪，伸了个懒腰。9岁怎么了？女大3抱金砖，正好我们俩能一人抱一块，都不用抢了。姐姐把库房的钥匙塞给我，言辞恳切，你要几块金砖姐都能给你，放过段无奇吧，他还是个孩子啊。众位皇子之中，段无奇出身最低，生母早亡，年岁又小，我选这么一个人做夫婿，陛下应该是乐见其成的。见我久久不答话，姐姐急了，如画，你不许胡闹，那是你的一辈子，就算要向陛下表忠心，你避嫌避的也太过了，不全为了这个。那孩子心性不错，多年来被圣上冷落，无人照管也是可怜，我们互相做个依靠，日子总能过好。剩下几个没有正妃的皇子，要么呆得要命，要么一堆一堆的侧妃，要么见天儿的蹦高作死，生怕显不出来他似的。我还就看着几个孩子顺眼些，这些孩子里，段无奇已经算最大的了。我握住姐姐的手，你知道的，我做了决定就从不反悔。倒是你有什么打算？也就段无硕那个呆瓜勉强能入眼，笨就笨一点吧。一辈子的事，我可不想和一个满腹算计的家伙相看两厌。他说这话时，罕见的脸红了，这哪是入眼，怕不是入心了吧？为了臭男人跟我藏心眼儿，呸！5皇子段无硕，他的母妃是齐国公主，而一个拥有别国血统的皇子，绝不可能登上大位。做到这份上，撇得也够清楚了。圣上的确极其谨慎，却不是疑心深重之人。往后他对爹对整个相府只会更加信任。皇恩浩荡，5月底，我和姐姐同日嫁入皇家。当日婚礼场面之大，后来过了10几年，被人提起依旧津津乐道。这一天繁琐的仪程让我很不好受，偏偏皇家规矩多，不说喝药了，连饭都没顾得上吃一口。我就这么等着我的小夫君来掀盖头，喜怕被掀起一个小角。段无奇歪着头偷看我，见我苍白着一张脸，他吓了一下把盖头扯下来，我几乎以为他怕的下一刻就会哭出来。结果他哒哒哒小跑着给我倒了一杯茶，仔细吹一吹才递给我，安慰道：姐姐别害怕，我娶了你，你的病就会好了。我为达目的编出的借口，只有眼前这个孩子相信的彻底。于是我接过茶抿了一口，用另一只手揉了揉他的脸，你也别怕，我嫁给你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段无奇的生母曾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婢女，可惜一夜皇恩后便没了下文，只余下段无奇这么个小可怜，在拜高踩低的皇宫里，一个身份低微的皇子，不受皇上重视，又被皇后厌弃，可想而知日子不会太好过，该变一变了。我选的人不能受委屈。翌日1礼拜谒皇后，段无硕和姐姐被宫人规规矩矩迎进去，我和段无奇晚来一刻，就被以不敬为由罚跪在殿门前。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毕竟我3番2次拒绝他的示好，还给他儿子扣上一大口黑锅，然后转头就嫁给了他最瞧不上的皇子。这要是他忍得住，就枉费了执掌后宫这么多年积攒的傲慢。我并不辩驳，带着段无奇挑了日头最毒的地方跪着，仔细估算着时间，在姐姐能忍得住不出来救我的范围里，在我身体承受不住之前，上演了一场好戏。我遮住段无奇的眼睛，低声说了句别怕，然后咬破藏在牙里的血囊，这一口假血喷出来。我那彪悍姐姐在后宫哭天抢地，我那狐狸老爹在殿前泪洒朝堂。从此我再没去皇后跟前站过规矩。哎，谁叫我如此孱弱不争气？4在这场还未明了的争储战争中，段无硕理所当然成了第一个出局者。皇上赐了他采邑封地，册为宁亲王，令至灵州，择日出发前往。灵州名字好听，却并非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他靠近边境，近年还在闹灾，终日封杀。段无硕此去灵州，姐姐自然也要离开。走之前，他特意领着段无硕来见我，一进门就张开臂膀，如画，快过来给姐姐抱抱，用你的鼻涕眼泪护姐姐一身不丢人。我立刻把眼泪憋回去，带着你的臭男人快走，不送了。姐姐对着段无硕撤了撤手，调笑道：臭男人，听见没有？你站远些，熏着我妹妹了。段无硕的回答掷地有声。好，他那样高兴，仿佛姐姐说的不是略带嫌弃的命令，而是最甜蜜的情话。我不理解，他顶着这么好看一张脸，怎么笑起来憨得跟长寿一样？长寿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养的大狗狗。姐姐扶我到镜子前面，剃我晚发，如画，好好吃饭，好好喝药，好好睡觉。下次我见到你，你要比现在胖10斤才行。我姐姐就这么被一个傻小子拐走了。我百无聊赖，于是把心思放在了段无奇身上。我教他写诗著文，教他为人处事，教他我会的一切。这孩子嘴甜，追着我姐姐姐姐喊个不停。我知道这于理不合，难免会落人话柄，却也没阻止他。他叫我姐姐，就像我在叫另一个人，这感觉还不错。姐姐，你是在担心五嫂嫂吗？听说他们已经到了灵州，正在治灾呢。我有一下没一下的磕着藤条，漫不经心道：救灾最需要什么？钱。我姐姐最不缺的是什么？就是钱，我才不担心她呢。段无奇拿着毛笔头顶下巴，小大人似的看着我发愁。那你为什么最近闷闷不乐的？我想他了，我把藤条竖起来吓唬他，别打岔，好好写。今天我要是看不见你这篇文章写出后续来，小心我打你哦。一晃半年多，我和姐姐只能依靠书信来往。姐姐又来信了，说旱灾事宜已经处理完善，但推行农业新政却极其不顺。他明明给了百姓足够的钱财粮食，新政也已经明令小于个户，可地里的产收却越来越少，大把大把的银钱投进去，活像是填了无底洞。傻姐姐，这和行军打仗不一样，可不是只要粮草充足，军饷丰厚，军纪严明，将士就能做到令行禁止的。我把段无奇叫来，把信给他看，耐心问他：依你看，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还是孩子。他皱着眉头看了半天，最后向我作揖：无奇愿意学，姐姐教我。是人都有贪惰之心，贪心不足，灾情时慷慨解囊，灾民会当你是天上下来菩萨，可一旦温饱得到解决，还是只会一味撒钱，他们就会当你是冤大头了。段无奇仔细听着，理解起来还是有点吃力。我端起晾好的药喝下去，就像这碗药，如果我有了健康的体魄，还会忍着苦喝药吗？那些边民也一样，既然每月都有了钱粮保障，谁还愿意每天劳作呢？姐姐财大气粗，从不觉得花钱是什么难事，却不知人心这个坑，若是用钱来砸，那是怎么都填不满的。我给姐姐回信了，她洋洋洒洒吐槽了3页纸，我只回了一句话：抱薪救火，何有止乎？姐姐得了我的话，开始大刀阔斧整治农业，收获颇丰。今天段无奇从上书房回来，迫不及待向我表功：姐姐，我用你教我的道理来答先生的策论，便倒了9格，先生还夸我呢。我瞧着他脸脏兮兮的，身上也有伤凹，怎么回事？他几次张口想说行什么，却也知道我不喜他对我撒谎。没事，被9格推了一把，不疼。手伸过来，段无奇磨磨蹭蹭伸手，我没有心疼安慰，而是拿起了藤条。今天姐姐再教你一条道理。藤条落下去，第1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第2下没能力全身而退，就要学会藏拙，而非争一时之长短；第3下既然已经崭露头角，就应该硬气到底，别让人觉得你软弱可欺。段无奇没求饶，也不知道躲，举着双手供我打，无声地掉着小金豆豆。我没敢使劲，打第2下就泄了气。他这么一哭，我简直觉得那第3下抽到我心尖上了。算了，下次还是换一种方式。小孩哭着怪可怜的，现在哄他有被严师之威，不哄我心里还挺难受。我正纠结着，他一下扑进我怀里。无奇会听话，姐姐别生我气了，我还是心软。妈撒着他的发顶，你既然有本事，就应该找到合适的时机，好被值得的人看见，这才是你的本事。这几年姐姐不常回京，回来也只待上几日，但是每年回来必先去无相寺上香祈愿，3跪9拜，虔诚无比。我恼他心中只想着鬼神之说，把塑像看得比我都重要。姐姐对我的牢骚嗤之以鼻，你懂什么叫信仰？年复一年，
我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光始终少之又少。段无奇长到了15岁，终于被允许上朝参与政事，蛰伏多年，他的性子已然变得沉稳，不再是当初挨了打趴在我怀里哭的小豆丁。有言观音上谏时有犯天威，皇上震怒，气急之下谕令杖杀，被段无奇当堂劝止。言官当然是不能死的，说白了，皇上发完火以后，也等着有眼力劲儿的人来劝。本以为这个他从来懒得多看一眼的儿子，无非就是摆出来祖宗遗训、规矩体统那一套叽叽喳喳。他没想到的是，段无奇却说出了另一种理由：辅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粹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意众矣。父皇今日杀一人，觉得是天下欲见者之心。言官的言字，自此名存实亡。人欲自见其行，必自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父皇英明，自有决断。陛下在殿上重新审视了段无奇一番，最后指着他，由衷赞了我爹一句：朕这个儿子倒像是你年轻的时候，该谢你女儿，她可比咱们眼光都强。那天以后，陛下开始着手历练段无奇，交派的差事也越来越多。我那小夫君不只会耍嘴皮子，办差更是利落，夙夜辛苦，终于得了陛下青眼，加封于亲王，威望与日俱增。不过他这点风光不算什么，在后来的史书上，那一年琢磨最多的是我姐姐。康平30年，敌国来犯，守城将领未死投敌，而最后力挽狂澜，带领众将士守土反击，却敌百里的就是我那威武又迷人的姐姐。嗨嗨，虽然不愿意承认，但确实还有我那憨姐夫一份功劳。在京城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仿佛能听见远方他的战衣猎猎作响，那是他自由的朝向，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展望。他要做天上的鹰，我便做翱翔的凤。不管未来如何，我和姐姐总要同路。我朝兵力积弱，已经多少年没有过这样一次大胜升上大悦，封了姐姐做开朝以来唯一一个女将军。姐姐受封，圣上的赏赐如填海般送到我这里，甚至盖过了姐姐这个正主。他怕恩宠太过，让姐姐夫妻二人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又怕过分薄待会让这个原本就不受宠的皇子心生怨怼，于是只能额外厚赏姐姐的家人。我爹已经是位极人臣，所以只好从我这个儿媳下手。其实我觉得古往今来的皇帝都病得不轻，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们既要争强好胜，又要兄友弟恭，不仅纯孝亲近，还要恪守君臣之别，既有治国的雄才伟略，同时又对皇位毫无觊觎之心。这样的儿子有一个都难，更何况他10几个儿子还都长得不是一个心眼儿。有时候我真怀疑，就陛下这种状态而言，他到底是在选储还是在养蛊？可不管怎么说，陛下肯托付边疆，这份信任已是难得。我们柳家死忠社稷，他愿意给予兵权，这便是明君与忠臣之间最好的回应。而这份恩宠在皇后娘娘看来就是越来越大的威胁。她在我这吃过不少亏，姐姐那里她又实在鞭长莫及，插不上手，就把目标对准了段无奇。6. 皇上的千秋宴上，或许是因为于亲王大名最近风头正盛，席间不断有人来恭维敬酒，段无奇不胜酒力下场更衣，久久未归。我心下一紧，悄悄叫荣春去打探。他回来时脸色煞白，冲我摇头。我知道晚了，果然紧接着就有人慌慌张张来报，说于亲王在凤仪宫侧殿欲行不轨，逼杀人命。宫里的下人都受过训练，陛下千秋寿诞，王公贵族齐聚贺礼，即使是天大的缘由，也不该在这种场合公之于众，何况是如此丑事。我看着那贵服在地瑟瑟发抖的宫人，是谁能指使他如此不要命的喧哗？自然是这后宫之主。我对判下微微做了个手势，他便在我们一众人去侧殿时趁乱退下。判下是爹给我的死士，有功夫也够机敏，他知道该怎么去查。我们到时，段无奇神情恍惚，衣衫不整，他旁边是个眼熟的宫女，满头是血，已经气绝身亡。据刚才那个下人的证词，他目睹段无奇意图逼迫这个小宫女苟且，那宫女烈性不从，撞柱而亡。我仔细分辨，才看出那宫女是皇后身边的侍婢。其父虽然官职微小，但他也是确确实实的官生子。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关键就在于事情出在皇帝陛下的寿宴上，自己的儿子做出这种荒唐事，又被有心人当着百官示于人前，陛下焉能不怒？陛下一脚将段无奇踹倒，大骂不止。皇后假意拦阻，好一副慈母做派。
段无奇终于清醒过来，知道现在多说无益，只能不断喊冤。千头万绪之间，判下隐在店门旁，用口型对我说了2个词：宫女有孕。我立刻下跪，挡在段无奇身前，泪流不止。殿下，妾求您了，您就认了吧，无论陛下如何处置，妾都陪着您，求您认罪吧，咱们以后好好过安生日子，再不想别的了，求您认了吧。此话一出，不仅皇上停住了动作，连皇后脸色也不好了。我帮着段无奇拒不认罪是一回事，我劝他认罪又是另外一回事，而我求他认罪，这就耐人寻味了。段无奇怔怔看着我，随即下定决心，俯身叩首，儿臣领罪，无可辩言。即使不知缘由，段无奇仍然信任我，毫无保留。陛下扫视着我俩，由盛怒转为狐疑，人就是这般。你高声叫屈时，他以你弃词狡辩；你痛快承认时，他又怕你另有缘由。总要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判断，才能显出他英明果决。俯瞰一切，皇上厉声道：“于王妃，你可知这是什么罪名？”我置若罔闻，只顾得拉住皇后的衣摆，卑微如斯：“皇后娘娘，无奇已经认罪，事已至此，就请您发落吧。此情此景，谁看了不说一句，我这是打落牙齿和血吞。”皇后是龇牙不成反被咬，偏偏又做贼心虚，抬手就给了我一个巴掌，急忙撇清：“放肆你夫君做出如此龌龊事，你也敢来攀扯本宫？”段无奇急了，忍不住顶撞，言语间却已经领悟到了我的意图。儿臣已然认罪，如何处置悉听尊便。皇后娘娘何苦为难内子？我捂着脸，半抬起头，胆小无辜又纯良，儿臣以为此事分属后宫，自当由中宫之主决断。不知母后何以动怒？皇后娘娘还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就先昏了过去。这次不是装的，事发突然，我没顾得上吃药，身体吃不消了。此番劳心乱神，哭喊求情，对我来说简直算是体力活。再加上皇后娘娘这一掌打得我眼前发黑，实在是没撑住。该死，怎么这样不争气？这种局面本应该趁热打铁的。我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他没再喊我姐姐，如画如画。段无奇，路已经铺好了，你应该不会让我失望的吧？段无奇虽说是个倒霉蛋，但不是个蠢蛋。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就着我演的那出戏撕开了一条口子，让自己成功脱离了嫌疑。我喝着他喂的药，陛下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是判下拿到实证了。判下从小宫女处搜出了保胎药方，经仵作验尸，却有3月的身孕。皇后娘娘御下的婢女竟悄然有了身孕。之后又莫名其妙惨死在余王手下，宫里个个都是人精，谁看不出猫腻来？不对呀，皇后完全可以反咬一口，说你和宫女珠胎暗结，为了名声杀人灭口。事实证明，还是我天真了。这世界上总有我想不到的事，比如我没想到，那孩子竟然是3殿下的，随着安胎药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这位嫡皇子的亲笔情信。皇后对爬床的奴婢向来没有好感。更何况他此时正需要3皇子正妃娘家的助力，怎么能毁在一件风流债上？于是他才用那宫女家人性命威胁，设下了这个局，既解决了这个不该有的孩子，又能让段无奇栽个大跟头。一石二鸟，但凡他不这么贪心，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纰漏，让他自己如今变无可变。我不懂，怎么会有人在后宫这个大染缸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还依旧只长脾气不长脑子呢？某种程度上来说，皇后这也算不忘初心了吧？我被段无奇喂下一颗糖，压住了苦药味，接着问：“陛下可有问你，为何愿认下这不白之冤？”段无奇见我精神不济，便故意想逗我开心。他退后2步，拱手施礼，将当时如何回答的情形演绎得活灵活现。他佯装惶恐，启禀父皇，儿臣自知卑贱，不为母后所容。皇后娘娘为3皇兄掩盖罪责，纵有不端，也是出于为母一片慈心。想必皇兄也是一时糊涂，绝非有意秽乱宫闱。若能以儿臣一人之身，换母后消除芥蒂，皇兄迷途知返，还父皇一个公允的贤后，一个贤德的嫡子，实乃儿臣之幸。明里句句求情，暗里句句火上浇油。看来这次陛下对皇后母子的处罚是不会轻了。说到这儿，段无奇话锋一转：“儿臣有罪，罪在只念骨肉之情，而忘了陛下是君，君不可欺，请父皇治罪。”这才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只一段话，孝悌之义、如沐之情、君臣之礼，全都拿捏得死死的。这不就是陛下多年以来的梦中情儿？
不管是真心意或是做戏。总之陛下大受感动，就差没把段无奇搂怀里哭一场了。我莞尔，判下来报信之前，我自己尚且不明就里，当时情况如此危急，我叫你认罪，你就真敢不怕吗？或许一认罪，你就一无所有了呢？段无奇摇头，不怕，姐姐想做什么都可以，我都陪着。更何况，就算真的被夺了位分，失了势，那也不是一无所有，我还有我自己这条命。最后一句话他是盯着我的眼睛说的，我还有姐姐，我就什么都不怕。我想像小时候那样摸摸他的头，却发现他已经长高了太多，就算他坐在我的床边，也需要他微微低下头才行。所以我只伸手替他抚平了衣服上的褶皱，语气还是像在哄孩子。姐姐在呢，姐姐永远站在你这边。难得我小姨温柔，她竟突然耍起了凶，甚至直呼我的名字，严肃极了。柳如画，以后别说是我出了事，就算是我死了，你也要按时吃药，知道吗？这傻孩子是真被我这次昏倒吓着了，我故意插科打诨，我若真是病得要死了，靠着一口药就能吊命吗？果真有这么灵的药，我又何必缠绵病榻？段无奇激动起来，有的真的有，传说前朝有一宝，名唤回细丹，几天灵地宝，服治百病全消。姐姐，你给我时间，我一定替你寻来。这种话也有人信，真傻有人愿意为我做傻事，真好。很快我就知道，如果说段无奇是心理意义上的傻，那么皇后母子是脑子意义上的傻吧。每到了冬天，我总是格外难熬些，好像寒冬腊月的冰雪冻住了我身体里原本就不多的生机。躺了那么久，我连骨头都是疼的。不过今年我很开心，因为姐姐快回来了，她还特意嘱咐爹爹保密，要给我个惊喜。嗨，那我就勉为其难，装作不知道吧。你别总是守着我，陛下现在重用你，你也该忙起来，免得叫人说你懈怠。我对着段无奇劝导，但成效不高，他认错认得快，却没有要改的意思。姐姐，我知道错了，那你快点好起来，到时候拿藤条抽我也没关系。看他这样，我头更疼了。最近皇后虽被禁足，可也没闲着，你现在占得上风，应该乘胜追击。要是一直段无奇为我按摩身上的穴位，头也不抬，你不许再理这些了。我好不容易有时间陪陪你，你就不能陪陪我吗？我不是在陪你说话吗？我哑然失笑，这人怎么越长越像孩子？他懊恼极了，恨不得再长一张嘴来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姐姐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外面一阵吵嚷，我头更疼得要命。判下急不过来，陛下遇刺，生死未卜。三皇子打着缉拿刺客的幌子，趁乱夺权，宫里大乱，有些地方已经见了血。我猛推了段无奇一把，这次不再是商量的语气，我这儿有判下，不必担心。你带一队暗卫和亲兵去寻陛下，就算陛下真的不测，也要拿到遗诏和传国玉玺。他们既然以护军为名，自然不敢重兵围困陛下寝宫。皇上伤重，我们在宫里反正是皇后的天下，既然逃不掉，何妨殊死一搏？不可以！段无奇这还是第一次反驳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你留在这里就是活靶子，我强撑着理清局势。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没办法逃出去，你留在这里只是跟我一样等死，反而只要你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就不敢动我。你活着，我才有活着的价值。他不是不知道最优的选项，只是本能让他无法选择背弃我。我拔下头上唯一的簪子，抵在脖颈处。你若因我犹豫不决，那我只能亲手抹除你的软肋。他走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半是决绝，半是感慨。我早应该知道的，姐姐你从来都是这样，身轻似絮，性烈如火。近日发热烧我脑子都糊涂了，竟然没有算到他们会走釜底抽薪这一步，简直是太疯狂，太愚蠢了。三皇子在兵家并无助力，就算一时成功，也会后续乏力。只要最后谋逆这个名头被坐实，天下皆可举而叛之。狗急跳墙也不看看高度，摔死了都活该。不过依现在的形势来看，很有可能是我先死。荣春一边为我披上大氅，一边询问判下，按照咱们现有的守卫，如果他们真的攻到这里，你有几成把握保住小姐的性命？判下摇头，如果情况一直恶化下去，被攻破是迟早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拖延时间。此乱突然，皇后一定严锁消息，你找个信得过的人，想办法带着我的私印逃出宫去相府报信，告诉我爹，务必拿到实证才能来相救，否则万一被反咬一口，造反的就成我们了。荣春已经快哭出来了，
我的好小姐，您别想那么远，先顾眼前吧。我们怎么办呀？就我这个身体，别说逃出去，出了这个门，离开炭火都有可能被冻死。如果真到了那么一步，让盼夏带着你逃，再不济，我要寻死总还是容易的。荣春这次是真哭了出来，小姐，我不走，我要跟你死在一起。盼夏一把扯开他，满脸不耐，少说屁话，要先死也轮不到你俩。我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厮杀，心一点一点下沉，不知道我爹有没有收到消息，段无奇那里又怎么样了，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盼夏被人一脚踹进来的时候，我知道段无奇至少成功了一半，因为来的人是三殿下正主，可见是真的狗急跳墙了，一把剑横在我眼前。九弟妹，你还真嫁了个有本事的夫君，我如今大势已去，倒为那个贱种铺了路，可惜呀，他的大好前程你是无福共享了。事到如今，躲是没用的，那就要看三殿下是想将我当作泄愤的工具，还是搏命的筹码了。我若现在死了，有殿下同葬，也不算冤枉。三皇子杀红了眼，丝毫没有动摇。你以为我怕死？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图个痛快。你说，我若携了你出去，段无奇肯不肯跪在地上求我？某些方面，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像，都是生死一线。我也索性破罐子破摔，再不肯示弱半分。我也想知道，不如你试试，看是他膝盖软得快，还是我先没了这条命。三皇子的剑已经在我脖子上留下了血痕，你都肯为他死吗？真是情比金坚，不如我提了你的项上人头送给九弟做贺礼。他一定喜欢极了，他将我像一块破布似的拉起来。我一边被迫行走，一边极力忍受身体的不适。按他如此粗暴行事，见到段无奇之前我就得死半路上了。可老天终究是向着我的，我也没自己想的那般命薄。双方对峙的第一刻，我还没来得及对段无奇说些什么，一支羽箭从我头顶飞过，正中三皇子眉心。那箭从极远处来，见不到射箭的人，可我就是知道，送信的人不如使命。救兵来自相府是我姐姐，只有姐姐有这样的胆识和高超的剑术，能一次次救我于危难的，也一定是姐姐。段无奇冲过来抱着我，竟是哭了。我有些嫌弃，真没出息。你瞧见他绑我的那一刻，怕是怎么把圣果拱手相让都想好了吧？段无奇摇着头，你叫我走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只要敢动你一下，我一定杀了他。我埋伏好了人，却还是被五嫂抢先了。我没感动没意外，我想笑。段无奇一边含着2包眼泪，一边还凶神恶煞，我一定杀了他。这画面竟然诡异的和谐，一道女声由远及近，这么个大男人掉眼泪，我看得怪瘆人的。柳如画，你也够能忍，不给他一巴掌。我推开段无奇，投入了姐姐的怀抱，顿时无比安心，嘴甜道：我就知道，救驾的事怎么少得了我们金国大将军。姐姐把我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了一遍，这才放心开队。救什么驾？好大的威风！你算哪门子驾？少往自己脸上贴金，确认我没事，姐姐就马不停蹄地去收拾乱局了，只把自己的披风留下，又把我裹厚了一层。我心里高兴，好像身上没那么疼了似的，拉住段无奇问：你听见没有？我姐姐刚才说了，她不是来救驾的，她是来救我的。段无奇罕见地停顿了几秒，似乎在努力地回想、分析、重组语言。他刚才是这么说的：妈，衣服太沉了，压得我好累，懒得和他争辩。弦外之音懂不懂？好姐妹的事你别管。陛下确实伤得很重，三皇子虽然不敢明面上屯兵陛下寝宫，却叫人守住宫门，以护驾为名，不准御医上前医治。如果不是段无奇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虽然保住了一条命，却已经元气大伤。陛下卧病的这些时日，立了段无奇为储。若是放在3年前，任谁也想不到，最后会是段无奇做了这95之尊。即使诏书以下，还是有质疑之声。坊间甚至传闻陛下已经薨逝，现在是段无奇假传立储诏书，就连我爹都有些惶恐陛下的决定。毕竟他曾经坚定地以为，我们姐妹俩嫁的人，这辈子都与皇位无缘，何必惶恐呢？陛下自有他的打算，段无奇这些年的改变他最知道，且皇上和我爹君臣多年，深知其为人，所以他敢夺我爹爹的忠心，已经出了这样夺政乱国的荒唐事。他急需要我父亲稳住天下文人的心，也需要仰仗我姐姐在边疆抵御外敌。更重要的是，柳家除了我和姐姐，再没有别的后人。在宫里这些年，他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身体纤弱到了何种地步，根本不可能绵延皇嗣。待到我一死，柳家的风华也就到头了，绝不会存在外戚干政的可能。皇上啊，他是把每一步都算尽了。其实人人都知道我活不长，只有这世间爱我的几个人还做着傻梦不愿意醒。这次的风波对我身体影响也不小。段无奇这些日子既要为陛下侍疾，又要忙前忙后照顾我，还好天气渐暖，又是食补又是药补，千辛万苦终于把我养好了点，他自己却肉眼可见的轻减下去。这下连姐姐都感慨，你长半斤他要掉3斤，哪有这么个熬法？再这么下去过不了3月，你俩就能是一对病秧子了。我握住姐姐的手，靠在她肩上，这傻小子天生劳碌命，劝都劝不住，孩子大了总不肯听话，姐姐居然替段无奇出头，说话要凭良心，他还不听你话，就是你递根绳叫他去上吊，他也只会想死在哪儿是块风水宝地，好保佑你平安。我没接话，心里盘算为自己将来好好找个埋骨地，要山灵水秀，能佑人平安的那种。将来他们都要好好活着。段无奇登基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充盈后宫。可是当我将一幅幅美人画卷摆到他面前时，他头一遭对我发火，果然是位高权重，脾气都硬起来了。柳如画，你是不是从来都把我当弟弟，当做君主，哪怕一刻都没有把我当成夫君？我没有要求过你，为什么？我也说不好自己是什么心情，就像我不明白自己对他的心，于是客观陈述，你不是我弟弟，却也不只是我夫君，你是皇帝，是万民福祉所中，你可以有情爱，有私欲，但更重要的是责任。段无奇反问，和一群不爱的人，孕育一群未必有感情的孩子，然后蹉跎着，让他们重蹈我和三哥的覆辙，这就是责任吗？那么这种责任未必不是私欲的一种。这次换我在他面前哑口无言，半晌只能干巴巴地解释，我的身体你知道，我根本不会冒险替你繁育皇嗣，他不在乎，宗室里那么多孩子，过继一个就好。我从来没想过因为这件事改变什么，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能力负担天下，而不是他与我的血缘。我比你大6岁，他步步紧逼，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一直都知道我年寿难永，他的气势就这么弱下来，逐渐化作一种较温柔的东西。姐姐，年年岁岁，我总守着你。我瞧着这个赤诚又热烈的少年，第一次知晓了自卑为何物。或许那不是自卑，是一个病者对健康的渴求与无力，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的人，拥有的越多，越担心随时会失去。先皇还是选错人了。段无奇怎么就是个死心眼的痴情种子？我也选错人了，怎么就嫁个偏偏会叫我动心的人呢？但我还是握住他的手。既然如此，不妨一错再错。好，一直都是你听我的话，我也夫唱妇随一次。你要做昏君，我便担了这妖后之名。皇上闲置6宫拒绝选秀，皇后又无所出，这在哪朝哪代都是不得了的大事。可出奇的是，并没有多少大臣提出异议。毕竟谁会和一个快要死的人计较这么多？我迟早要腾出这个位置，又何必他们出头？那时候还没有人相信段无奇会守着我一辈子，总还是有人按捺不住。段无奇身边被人不着痕迹地安插了一个宫女，容貌性情甚至于仪态与我皆有相似，不同的是她健康明媚，宛如春光，简直叫人见了都忍不住欢喜。段无奇注意到她了，仔细思考，然后大手一挥，从此他的圣殿里再没出现过任何雌性生物。这一下治标也治本，毕竟单以子嗣来论，这些人总不可能给陛下塞男人吧。只是我想不到，这些自诩知礼的读书人也会有如此卑劣的手段。他们攻讦我，还言之凿凿污蔑姐姐。他们说我以后宫之身干政，实乃狂悖，还说姐姐是冒领了将士的军功，以荣自身。说来可笑，所谓干政，是我在前不久向段无奇呈上的赈灾实策，那策论实施下去已经初见成效，救了豫阳上万灾民。姐姐的功勋自不必说，她次次浴血奋战，身先士卒，身上留下不知多少伤痕，她留下的每一滴血都破土生根，筑成了守卫边境的一道道城墙。然而这些落在旁人眼里，竟都变了样子。他们说我只是个女人，怎么配参与政事，聘姬司臣，必然包藏祸心。这办法真是皇后娘娘想的。柳家门下幕僚众多，我看这策论8成出自他人之手，他为了彰显自己贤德，谎称己著，欺世盗名罢了。
是啊，我就觉得奇怪呢，她一个深宫妇人，怎能有如此见地？原来如此啧啧，有权势就是好啊。他们说姐姐只是个女人，怎么可能有如此功绩？事出反常，一定有假。皇后娘娘娇滴滴的，姊妹又能厉害到哪去？镇守边关这种事她做得来，实际上这些功绩该是宁王殿下的吧？他们夫妻一体，那柳氏撒个娇，宁王殿下还能不把自己的军功拱手相让？对对，况且就算真是他的军功又怎样？她既然嫁了宁王殿下，就该一心相助宁王才是。女人家哪有处处掐尖要强和夫婿争名头的？不嫌悍妇，只是个女人，只是个女人。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段无奇正在为我簪花，他扶正了我发簪的位置，朗声问我，传这些烟杂话的人，姐姐想怎么处置？我垂着眼睛，御史台半数人都有此心，我父上是文官之首呢，他们都敢如此不管不顾。谁不知我柳家一门荣耀，绝非谣言可动，可见有心传这话的人，并非为了拉我父亲下马浑水摸鱼，而是他们从心底里认为女子难堪大用，必须依附温驯，恭谨顺从，否则便为世道所不容，何该被口诛笔伐？谣言可以立止，人心何以断绝？段无奇看出了我的忧虑，揽住了我的肩膀，姐姐愿意上朝去吗？我难得愣住了。我朝却有以女子之身上朝垂帘听政的先例，但也仅限于幼主难以行政，还从未有过皇帝正当壮年活蹦乱跳，皇后就直登庙堂的事发生。这话简直不像是该从他一个皇帝嘴里说出来的，正因为他是皇帝，这话才更显得如此大逆不道。段无奇看着镜中的我，眼神坚定。姐姐，你教过我的，人之言行皆因其用，只关乎对错，不该以门户男女论之。这一路上若无你，便无我。如画，你不比这世间任何一个男子差。我回头与他对视，段无奇直直望进我眼睛里，轻声道：不该只因为你是女子之身就要承受这些非议，这不公平。姐姐，去吧，我就在你身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孩子。或许在世俗眼中，他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君王，但他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有着自己的思想，胸中自有沟壑。在他心里，能够御及天下之人，未必要是他自己的血脉，而能为这天下造福之人，也未必不能是女子。我眼前的这个人，是我效忠的君主，是我倾心的夫君，也是我此生最完美的作品。我从未如此坚定过自己的心，我的心告诉我，我爱他，相信他，敬佩他，所以我愿意和他一起并肩作战。在那些可笑言论闹得沸反盈天的时候，我身着皇后朝服，与段无奇执手，一步一步走上了朝堂。那些人见我堂而皇之上帝朝来，顿时怒发冲冠，大有我再不肯退避，他们就一头撞死在朝上的意思。我跌跌嗤之以鼻，听说金子是软的，大概撞不死人，各位不会是想撞一头金粉回去发家吧？言外之意都是嘴比骨头硬的人，装什么？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稳步坐在段无奇身侧，坦然自若。朱清既然有此苦心，何必在背后拨弄口舌？吾今在此，还望诸位臣工不吝赐教。到底是年轻人沉不住气，最先跳出来的是进来朝堂的新贵。那探花郎颇为义愤填膺，皇后行为不端，欺世盗名在前，不遵祖训在后，况且庙堂之上怎容妇人立足？此等行径，实不堪为天下母。我不急不恼，反问他，说说看，本宫是如何欺世盗名，又如何不遵祖训？本宫名正言顺，正为中宫普天之下，有谁比我更有资格立于陛下身侧？传闻中文采斐然的探花郎雅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段时间以来，针对我和姐姐沸沸扬扬的谣言无孔不入，可证据呢？没有。可有时候轻飘飘的一句话，便是人间一场雪冻彻心肠，掩埋森森白骨。他们以谣言作刃，妄图剥除我和姐姐的荣光，栽以污名，杀人于无形。可本就没有实据的事，一旦公布于阳光下，就只能是灰飞烟灭。我偏要这天日昭昭，摧灭所有的阴私诡秘，照一片朗朗气清，好叫这世间的公理迎风生长，在每一个人心间生根发芽。姜还是老的辣，脸皮也得是老的厚，下去一个年轻的，便又上来一个年长的。翟老大人年事已高，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激动得要了老命。皇后娘娘再如何尊贵，岂可逆转乾坤？朝堂尊严，不容女子玷污。我点头称是，
是啊，朝廷尊贵，女子卑贱，如此说来，战场更是神圣。既然庙堂容不下女子，边关更不能容，不如就请老大人亲上战场统帅三军，换我家阿姐回来吧。翟老大人气得脸红脖子粗，狂妄若老夫。若老夫再年轻个20岁，段无奇轻飘飘截胡；若翟青再年轻20岁，倒是能勉强去金国大将军帐下做吹护吧。有了陛下这明晃晃的回护，在接下来的人发言就比较委婉了。皇后娘娘乃万民之表率，今日如此离经叛道，若天下女子纷纷效仿，江山忧矣。故而请我诚心发问：若天下女子皆似吾，如何？若天下女子皆类阿姐，又如何？他们会识书明理，立一番天地，他们会拿起兵戈，守卫这山河，他们会找到自己，然后成为自己。我不明白，这到底有哪里不好呢？圣贤有明训，女子该3从4德，相夫教子。皇后娘娘与金国大将军乃人中龙凤，自非等闲可比。寻常女子粗浅鄙薄，他们也就只能做些缝补浆洗的事，不配读圣贤书的。说这话的人姓张，是个寒门子弟，10年的寒窗苦读，才挣得了这一条功名路。他忘了，在入仕之前，他也只不过是一寻常男子。寻常男子要改变命运，可以依靠读书，但寻常女子似乎就只有寻常一条路可以走。段无奇挥手赐了他一架素屏风，叫他什么时候修出一幅千里江山再来上朝。既然你口中女子的活计如此轻易，不如自己亲身试试，看看绣花针是不是真的就比狼毫笔好拿。他们用捏造出的龟城蒙住女子的眼睛，却又说女子粗蠢，不配读书。张大人一脸羞愤，我却正色言道：听闻你出身寒微，年幼丧父，是令堂为人浆洗缝补维持生计，用一双手供你读书识字，你可曾想过，她亦是你口中所说的寻常女子，而等皆依靠女子出生，要依靠女子繁衍生息，更有甚者，是因着女子供养方有今日，如今却想口口声声将这世间女子贬入尘土，踩在脚下，于心何忍，情何以堪？满堂寂静，鸦雀无声。我走下阶梯，立于殿上，俯身跪拜，臣叩请吾皇开设女学，于天下女子立身之地，庙堂之上。我不是他的妻子，是为民请命之士段无奇，也非我夫婿，是重设这天地格局的君王。我父亲亦跪拜，请圣上应之。我父在朝虽不说一呼百应，跟随者也是颇多的，但这次随之应和的大臣不足10之1、2。不过剩下的人也不敢乱说话，都只等着陛下的回复。允此一字，改千古之时，一改万人命运。我们当然没有天真到以为靠着开设女学就能一夕间扭转自古根深蒂固的观念。女学是一粒火种，终有一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哪怕我看不到了，但我期盼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3都说双生子命运相连，我猜可能是假的，因为在我大获全胜的时候，姐姐那里却传来了噩耗，她在战场上受俘，现今失踪，生死不知。我从来没有这样无措过，因为我以为我不用面对这些的。我一直觉得，就算真有诀别的那一天，那么行将就木的人也一定是我。我甚至想过，到底该留些什么话给吴奇姐姐，给父母亲，才能让他们更好的生活下去。我唯独没有想过，我的姐姐，她永远张扬鲜活，提枪上马可斩万军，永远守护着别人的她，也会有叫人悬心的一天。我喝了汤药，后半夜才沉沉睡去，做了一个梦，梦里姐姐站在暗处，静默不语，一双眸子却如鹰隼般锐利，写满了志在必得。眼神交汇的那一刻，我明白那是蛰伏，所以醒来时我莫名觉得心安。我就是知道他是安全的，他也在等待，等待和我的重逢。段无奇不明白，怎么不过1夜的时间，我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和段无奇解释双生子之间奇妙的感应，我只说那是我的姐姐啊，她福大命大，逢凶化吉，姐姐从不让我失望。边关大捷，两军交战中，本应不知所终的姐姐犹如天降神兵，带着亲卫直催敌方主力。这一仗，边关至少能有10年太平。意气风发的女将军立下不世之功，从此再无人能看清女子半分。盼夏激动得热血沸腾，嚷着要去姐姐帐下从军。你确定？去了可就不能再回我这儿了。盼夏是个老实孩子，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不能一半一半吗？怎么，他还想上半年在姐姐那儿当女将军，
下半年来我这里当小宫女，太过分了。他想拿我们家2份钱。我打了个比方，有的人睁着眼睛睡觉，也有人闭着眼睛睡觉。你见过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吗？潘夏点头，立刻闭上一只眼。我可以练的。我摆摆手，姐姐这次回来，你就跟她一起走吧，别给我丢人，不许回来。姐姐班师回朝那天，段无奇带着我在城楼上亲自相迎，我终于又看见他，看见那张和我极其相似的脸。我说：姐姐，别来无恙。姐姐下马施礼，尽显臣子本分。我去扶她时，才听见熟悉的声音：无恙个屁！这么大的风，你出来干什么？也不怕被刮跑了？我牵住她的手，不怕，姐姐会拉住我的。我们生来连气同枝，哪怕相隔万里，依旧永不分离。开办女学的第3个月整，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段无奇那样高兴地朝我奔过来，好似他一生的执念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妥帖的安置。我和他都能奔赴属于彼此一生的幸福，因为他找到了传说中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回系丹。时间真是凑巧，刚好赶上我的生辰，就像是老天爷都钟爱我，故意送的礼物一样。段无奇紧紧拥着我，如画，我们可以在一起了，对不对？你再也不用担心有一天会离开我了，是不是？原来他一直知道我在怕什么。他高兴，不是因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占有我一生的时间，而是因为我再也不用囿于陈珂，不用偷偷仰视着羡慕着那些生来就拥有无限生机的人。我可以作为一个正常人活着。这看似简单的要求，于我来说却是那样奢侈。他爱我，明白我，于是为我去做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可我把这孩子养错了，从掀开我盖头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喜从不为了自己，全都是因为我。这样怎么行呢？我会舍不得。我是病人，我最知道世上不会有如此灵药，若真有，怎么会留到现在？毕竟有谁不想活着呢？所以当太医鉴定回系丹并没有传说中的神效，至多只是能为我延命3年的时候，我没有多悲伤，反而安慰起了段无奇。段无奇抱住我，如画。我有时候会想，要是你不曾出现过就好了，可更多时候我还是会庆幸有你在。所以能不能让我一直庆幸下去呢？我不知道，也不配承诺，只有抱着他轻声安慰，就像小时候那样，没事的，命嘛，本该如此。不管是3年还是3天，哪怕只有1天，这都是我偷来的。无奇，我还是很高兴的。谁说1天就不算长相厮守了呢？你爱我的每一天都是我的1万年。柳如是番外，我是本朝第1位女将军，画本子里的大将军要素我都有，受万民爱戴，功高震主，还被同僚陷害过。在这样的光环加持下，却依然不被皇帝猜忌，反而被得爱重。张扬任性了一辈子，踩着那些老顽固的脸横着走，却还得了善果善终，不知道要气死多少人。安安稳稳活到70岁的这年，我早已经治世颐养天年，左右无事，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跟皇帝陛下说一声谢谢。毕竟君臣做到我和他这份上，也算是一段佳话了。他与我君权和信任，我替他守土卫国，君臣数十年，同心同德，共创太平盛世。我进宫见驾，段无奇盯着我看了好久，我晓得他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有时候揽镜自照，我自己也会出神。如果我的小花活到现在，应该就是我这个样子。不对，她的眉毛应该会再细一点，总是眉眼弯弯，还要比我再白一些。看我想到哪里去了？今天是来道谢的。不过这位皇帝陛下并不理会我的好意，反而冷哼一声：柳如是，有些话年轻的时候憋了好久。其实寡人讨厌你，只要是有你在的地方，他从来看不见别人。明明后来我才是陪他最久的人，这么多年了，他从来就这么点出息，我懒得计较。那陛下还如此宽待臣，他不再看我，语气轻快，好似面前站着一个姑娘，他爱极了那姑娘，在对着他邀功。因为姐姐信你爱你，我便敬你重你姐姐。既说你福大命大，逢凶化吉，我就要保你年年康泰，岁岁无虞，合理怀疑。如果小花生前说过我天资过人，是个当女帝的好苗子，她段无奇都能当场把皇位禅让给我。先帝要是知道自己千挑万选的继承人是这个德行，恐怕从皇陵里爬出来，也要用自己的大腿骨给他一棒子。这么想着，我简直要笑出来，脑海里却突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姐姐既说你福大命大，逢凶化吉，我就要保你年年康泰，岁岁无虞。福大命大，逢凶化吉，这句话我听说过，多年前的一战，
我重伤昏迷。那是离别以来小花第一次入了我的梦，她站在远处对我笑，我的姐姐啊，福大命大，逢凶化吉。也就是那时候，我无比渴望这世上真的有鬼神之说，也许小花她就在天上看着我呢。可我已经很久不信神佛了，因为我曾求的愿，终其一生未得圆满。我曾经每年都去无相寺，不求平安顺遂，不求荣华显贵，就只求过一件事，柳如画，长命百岁。